戰鬥機飛行員為啥全是軍官？在各國軍隊裡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，飛行員幾乎都是軍官，士兵很難登上駕駛艙。這背後可不是簡單的身份劃分，而是藏着一套精打細算的軍隊邏輯。首先得說清楚，飛行員是真金貴，培養一名合格的飛行員，尤其是戰鬥機飛行員，成本高到嚇人。業內有個形象的說法，培養成本幾乎等同於飛行員體重的黃金價格。想想看，一個70公斤的飛行員，背後就是70公斤黃金的投入。這錢花出去，軍隊肯定得用最好的待遇把人留住。給軍官身份就是最直接的留人辦法。從飛行學院畢業那天起，學員就會被任命為軍官，授予中尉軍銜。以海軍飛行員為例，本科4年畢業後，先當副連職軍官，基本工資約6200元，加上各種補貼，後續晉升正連職後收入更高。全軍飛行員的總月收入基本在1萬到2.5萬之間，年收入輕鬆過12萬。這還沒算上飛行小時補助、等級津貼這些額外福利，待遇可不只給錢。飛行員的伙食和潛艇兵並列全軍最好，部隊會給分配住房，家屬沒工作的話，部隊幫忙安排，妻子甚至能特招成文職軍官，孩子上學考軍校還有政策傾斜，每年除了帶薪休假，還有1個月療養假期，哪怕將來停飛也能拿到50到80萬的停飛補助金，退休後退休金也足夠衣食無憂。這些保障把飛行員的後顧之憂全解決了，他們才能專心飛好每一次任務。再看培養路徑，飛行員走的本就是軍官成長線。海軍飛行學員在航空大學接受全日制本科教育，邊學理論邊練飛行，優秀的還能成為北大、清華和北航聯合培養的雙學籍學員。這種高學歷、高強度的培養模式，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們要走軍官路線。當然也有例外，美國陸軍陸航的飛行員很多是士官，俄羅斯空軍有部分準尉，這就給我們提了個醒。比如中國陸航如果有3000架直升機，按每架2名飛行員算就是6000人，全是軍官的話，光上校、大校就會扎堆。福利保障成本太高，或許培養士官飛行員也是值得探索的方向。說到底，飛行員的軍官身份既是對高成本培養的合理回報，也是軍队留住頂尖人才的智慧。畢竟每一位飛行員背後都是國家用黃金堆出來的空中力量。